大家好，欢迎来到奈福小站。我们的使命是让健康每日伴您左右。人至60，智慧理财，半数积蓄巧转换，晚年福泽绵长。人生暮年，谈及最痛，莫过于人渐前进。金钱于晚年，犹如拐杖，不可或缺。然而，若过分节俭，苛待自己，生活如嚼蜡，实则自苦。更有甚者，一旦病倒，儿女或因老人平日节俭过度，心生怨怼，认为其不善待自己，终致财富尽付医院。古语云：中庸之道，方为上策。花钱与存钱，生活之两翼，不可偏废。平衡二者，方能享生活之美，家和万事兴。故而，年余花甲，不妨将半数积蓄转化为以下几样宝贵之物，此即花钱买福之道也。如此，晚年生活方能更加丰富多彩，福泽绵长。一、均衡营养，筑牢健康基石。70岁的老王夫妇参加了堂弟的葬礼，葬礼的沉重氛围让在场的亲戚们不禁回忆起堂弟那节俭却遗憾的一生。堂弟年轻时怀揣着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生活却异常简朴。他不仅在吃穿上极为节省，甚至常年以馒头咸菜为食，几乎不见肉腥。尽管年近40才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后他更加努力工作，但依旧舍不得为自己购置任何营养品。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劳作，将辛苦赚来的钱一分分存入银行，却从未想过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即便在儿子技校毕业后，多次劝他注重饮食健康，多吃些有营养的食物，他也只是口头答应，实际上依然维持着那清贫的饮食。长期的营养不良逐渐侵蚀了他的身体。终于在64岁那年，癌症这个不速之客悄然降临，短短1年间，他便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最终含恨离世。莫言的馒头烧肉小米汤之说，深刻地揭示了营养与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健康始终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失去了健康，其他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对于老年人而言，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晚年幸福的根本保障。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真正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让晚年生活充满阳光和欢笑。2、零花钱传递隔代深情。许多老人乐于帮忙照顾孙辈，但有时却得不到孩子的喜爱，甚至遭到排斥。这背后往往是因为隔代亲情没有得到有效培养。除了教导孩子道理、传授知识、照顾饮食起居外，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爷爷奶奶的深爱。孩子天性纯真，需要更多的关爱与呵护。与他们一同出门时，面对孩子对玩具、零食、游乐场的向往，爷爷奶奶不妨大方一些，用零花钱满足他们的小小心愿。或许一个几毛钱的小玩具，就能让孩子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只要孩子在爷爷奶奶身边感到快乐，这份亲情的纽带就会愈发牢固，让隔代之间充满温馨与甜蜜。3、过节的美食前带来烟火气。我们的美食，无论是南方的杂鱼汤、广州的精致早茶、川渝的麻辣火锅，还是东北的炭火烧烤，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然而，在这众多美食之中，最让人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一顿温馨而充满爱意的团圆饭。每当佳节来临，无论身处何方，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来。走了千万里路，历经风雨，只为那一抹家的温馨。工作一整年的疲惫与烦恼，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烟消云散。因为家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对于老年人而言，或许无法再为儿女做大事，但一顿亲手烹饪的佳肴却足以传递那份深沉的爱。为了这顿饭，他们不惜耗时耗力，精心准备儿女从小到大的最爱。期间的开销，他们从不心疼，因为这份爱是无价的。邻居家的老奶奶，每逢佳节，家里总是格外热闹。她退休后，便将自己的一部分退休金用于购买食材、烹饪美食，让儿孙们欢聚一堂。她的红包不仅限于孩童，每个子女都有份，无论年龄大小。这份温情让她的家庭充满了爱与和谐。老奶奶虽已80岁高龄，但她的笑容从未减少。她的儿女孝顺有出息，孙辈们健康快乐成长，家庭和睦，无病无灾。这一切都离不开她那份对家庭的付出与热爱。人至老年，金钱并非唯一追求，将其花在刀刃上，促进家人和谐，凝聚家庭团结，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佳节之际，家人围坐一堂，灯火可亲，欢声笑语，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4. 夫妻旅行，晚年情深的见证。在老年人的生活中，除了家庭的温馨，夫妻间的深厚感情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对于旅行，许多夫妻总是充满期待，却又犹豫不决，总想着等退休，等收入稳定，等孩子长大再出发，却往往错过了最佳时机。王先生与老伴却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退休后，他们没有选择节俭度日，而是积极规划自己的生活。王先生每年都会拿出1个月的退休金，带着老伴去旅行，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去的或许不是名胜古迹，但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和美好回忆。去年，他们选择了一个靠海的小镇，漫步在海边，老伴感慨万千。年轻时总想着等有钱有时间再出去看看，没想到一拖就到了现在。王先生紧紧握住他的手，笑道：“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夕阳下，两人相依相偎，心中充满了平静与满足。王先生与老伴的恩爱，不仅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儿女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婚姻幸福，儿女们也同样婚姻美满，这既是爱的传承，也是生活的智慧。人至老年，夫妻间的和谐相伴尤为重要。儿女再孝顺，也替代不了身边贴心的老伴。夫妻情深，共同旅行，让晚年生活更加精彩，也让彼此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陪伴。5. 晚年生活的艺术，赋能自我，拥抱轻松。步入60岁的门槛，许多老人似乎陷入了学不会新东西的困境，但真相往往并非如此。他们并非真的学不会，而是缺乏尝试的勇气，甚至对购买一本书都犹豫不决，更别提投入健身等需要更多投入的活动了。然而，那些明智的老人，他们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为身体和心灵注入能量，让生活充满活力和轻松感。读书是提升认知、拓宽视野的绝佳途径，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不再迷茫。若你热爱钓鱼，不妨买一根心仪的钓鱼竿，享受那份静待鱼儿上钩的宁静与喜悦。若你钟情于太极拳，那就穿上太极服，去拜师学艺，感受身心的和谐统一。若你热爱广场舞，那就穿上舞蹈服，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释放内心的激情与活力。晚年生活最重要的是在存钱与花钱之间找到平衡。存钱是为了未来的安全感，花钱则是为了提升当下的生活质量。我们要懂得照顾好身体，维系家庭感情，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钱要花在刀刃上，
比如增进家庭感情、维持健康、培养兴趣等真正有意义的地方，而不是盲目追求虚荣或炫耀。简单的生活往往蕴含着最深的幸福。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心态平和、儿女孝顺，这些才是晚年最珍贵的财富。我们要用心生活，享受每一个当下，这才是晚年真正的福气所在。年轻时，我们为了家庭、事业、子女，风雨兼程，努力奋斗。如今，我们老了，退休在家，告别了职场的喧嚣，回归家庭的宁静，享受生活的纯真与纯粹。我们要学会服老，放下执念，调整心态，拥抱生活的美好。爱自己才是余生最正确的选择。善待自己，就是善待晚年。当你学会服老，学会享受不亏待自己的生活时，你会发现日子越过越幸福。学会服老，享受生活，是一种自我善待，心幸福。岁月如梭，不经意间，我们已步入退休之年。汪曾祺曾言，人生之美在于从容面对过往，亦能欣然迎接未来。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学会摘取那一抹明媚，簪于发间，让过往的疼痛与甜蜜都化作生命的点缀。白敬慧老人便是我们退休生活的典范。他独居一隅，却将日子过成了诗。白天，他漫步公园，与老友欢歌笑语；夜晚，他品茶、抚琴、阅读，享受着宁静的时光。他不涉世事纷扰，不给子女添忧，偶遇心仪伴侣，便勇敢携手，共度黄昏之恋。这样的晚年生活，既充实了自我，又善待了时光，活出了自在与优雅。人老了学会服老，享受生活，是一种自我善待的幸福。杨绛先生曾言，我们曾渴望外界的认可，却最终明白，生活的舞台只属于我们自己。步入老年，学会放下，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放手子女的成长，放下过往的执念，专注于过好每一个当下，享受生活的每一刻。春日阳光下，一杯清茶，一曲蝉鸣，便是生活的全部诗意。我们不再被退休金的多寡所困，不再为居住的空间所扰，内心的宁静与淡泊才是生活的真谛。闲暇时，手捧一本线装古书，沿着岁月的痕迹，慢慢书写余生的欢愉。心若宁静，方能致远；心若简单，生活自会幸福。在岁月的长河中，让我们优雅地老去，拥抱内心的宁静与美好。学会服老，做自己喜欢的事，越活越感受快乐。三毛曾言，真正的快乐，非狂喜亦非苦痛，而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的宁静与深远。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终将成为那个普通而真实的自己，享受生命每一个瞬间的喜悦。步入老年，学会服老，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懂得安静地过好自己的日子，沉浸于热爱之中，让内心的执念化作追求快乐的动力。汪曾祺先生曾说，要爱着点什么，就像草木对光阴的钟情。他以自己的生活为笔，书写着对家人的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受到一位安逸老人的内心世界。他种花、做美食、写文，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与美好。人老了，更应学会将生活节奏放缓，于悠闲的时光中安静地享受生活，调整心态，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让坚持成就爱好，让爱好点亮老年生活。放下过往，拥抱现在，学会服老，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而是以一种更加从容、淡定的心态去体验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一个内心向善、慈悲为怀的老人，
活到老，学到老，紧跟时代的步伐，享受新时代的快乐。在余生的悠闲时光里，以热爱为舟，以幸福为岸，优雅的老去，活出自己的精彩。4. 优雅老去，善待自我，方为余生至美之选。杨绛先生曾言，岁月静好，不过是片刻之欢，一地鸡毛，方显生活常态。即便世间偶有薄凉，吾辈亦须内心繁花似锦，浅浅喜悦，静静去爱，深深领悟，淡淡放下。遥望远方，风景如画，凝视近处，方显人生真谛。愿此生岁月安然，温暖相伴，悲伤不语。人生路上疾苦难免，唯有学会静默向善，方能穿越薄凉，拥抱内心的丰盈。步入老年，我们更应学会服老，不为子女操劳过度，亦不让自己陷入清贫。善待自己，享受余生，方为至美之选。社区中常有老人翻捡垃圾，欲为子女减轻负担。初时或许以为他们缺乏保障，实则不然，有的老人退休金颇丰，却甘愿倾囊相助子女。然而一次意外，或许便能让这份深情化为泡影。老人因翻捡垃圾受伤，被送往养老院，再见无望。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感慨，痴情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却难觅。我们须明白，学会服老，并非放弃对子女的关爱，而是懂得放手，让他们自由飞翔。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善待。保重身体，活好晚年，便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久病床前无孝子，并非子女不孝，而是生活压力所迫。我们能为子女做的，便是学会服老，安享晚年，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轻松。至于存款与躺平，实则是一场无解的迷思。人的欲望无穷，无论存款多少，总有难以躺平的理由。5万存款或许足以应对一时之需，但在物价飞涨、失业风险加剧的今天，又能支撑多久？10万存款，面对医疗、人情、教育等开销，亦是捉襟见肘。50万存款，或许能为子女购房提供首付，但彩礼、装修等费用仍需筹措。100万存款，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许只能勉强购房，却难以支撑退休生活。1000万存款，听起来天文数字，但面对生活品质的提升、子女婚姻、孙辈教育等开销，亦是转瞬即逝。因此，我们需明白，存款并非躺平的资本，而是生活的保障。学会合理规划，量入为出，方能确保余生无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善待自己，享受生活的每一刻。无论是品一杯香茗，读一本好书，还是与老友相聚，共话桑麻，都是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以一颗平和的心，去拥抱每一个当下，让余生充满欢笑与温暖。如此，方不负此生，不负韶华。大家觉得呢？至此，今日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感谢您的关注与收看，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触动您的心灵。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能够每日与您相伴，共同成长，共享幸福，携手迎接每一个温暖的明天。期待在下一期节目中与您相见。